把他放下！让我走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否则我就杀他！行，你吓到我了。你有种！我把钱放下，让你走，你把人放了，好吗？裴修成，去，让所有人都不要出来。是。小英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那样闹死。不能怪我，我现在没想跟你说这件事。他真是自己作死。好了，停止这个话题。你早就应该跟我说呀！你还有个护身符呢，你这害我这瞎折腾一圈，还弄得丢人现眼。我想告诉你，还没来得及呢，就被你出卖了。我那是虚晃一枪，不为了救你吗？说我是共产党，再来救我，等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只能跟你混黑匣子领了，是吗？这黑匣领那什么，他要走上抗日武装道路，不得需要你辅佐吗？王大丁，利己无可厚非，但不能损人。这是底线。如果想要更高的追求，就还得做到利他、利众。如果你真的希望带着黑匣子领走上光荣的道路，你必须记住这一点。这个课题太大了，先搁下。不是，咱当务之急，咱是不是得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根本没有王伯仁这个人，他的背景资料都是虚拟的，是我和前科长心右卫门之间的秘密，所以这个人你怎么演都不会过的。不，这太邪门了吧！哦，怪不得你让我死扛着夫妻这个关系呢，合着你丈夫这个人他们压根查不着。你没丈夫啊？我的后腰下面有2个酒窝，我真正的丈夫喜欢亲吻那里。你跟我说这干嘛呀？你伤我自尊。我和我丈夫之间相处的所有细节，你都要知道。我们要把夫妻关系给夯实，
让他们不再质疑。我们只有今天晚上1个晚上的时间，等他们冲洗了胶卷，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。我们要面对的事情还多着。来吧，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。确定没问题吗？我们已经为他超度了1个小时，确实没有问题，人真死了。这件事绝对是美国佬搞鬼，他们想接受日本人获取胶卷的内容。日本人得到胶卷，我们倒是还可以进行协调，但要被美国拿走，西方必定一片哗然，南京政权再也得不到任何支持。你说要杀了他们？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你们得自救。巴布洛夫，我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苏联人不怕跟美国人为敌。但是南京不行，况且我们是南京方面的谈判代表，让我们痛下杀手，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是啊，软弱的中国人。这件事就充分说明了那一点，南京政权真的是最不可信任的墙头草。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干掉美国了。胶卷如果流入西方，会导致苏联破坏全区势力平衡的物件。高浓度的3氧化二砷无臭无味，只需要1件溶进咖啡里，15分钟就可毙命。如果这件事能做得巧妙，谋杀的嫌疑只会落在咖啡服务生身上。卸货了，卸货了啊！用麻利点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二位辛苦了，厨房里有粥有包子，先去吃点吧。行了，那你们先忙。哎，下雨了，小心点儿，别把货打湿了。王大丁，你要干什么？没有。一整宿，我想把咱俩的经历从头到尾的捋一遍，所有细节，我怕有什么漏洞，以后好补救。但是我这想着想着，我总想起你。你说你把你所有细节描述的那么清楚，都告诉我了。什么有胎记，偶尔还便秘。你说你这不等于给我洗脑呢吗？你说我一大男的，我血气方刚的，我脑子现在集中不了精神了，我靠！你太焦虑了。不是焦虑，我集中不了，这很危险的。
你说这一宿我废了，这敌人没废啊！他们现在肯定知道那胶卷什么都没有，他们肯定没完没了插咱俩，咱俩如履薄冰啊！你说我脑子坏了我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水来土掩，你水来土掩，我脑子坏了。闭嘴！控制好你的肾上腺素，这样你就可以集中精神了。之前我们都可以强行过关，之后一定可以找到对策的。至于忽略了什么、漏掉了什么，一一分析就是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每个人对于内尔纳之死是什么反应，这样就可以探寻出我们未来可走的途径。我没懂，内尔纳死了，其他人的反应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，内尔纳冤死的蹊跷，我确定是人为导致。在这个酒店当中，有人因乱生乱，但这个人是谁？他对我们是喜还是忧？是障碍还是可以借力？只有搞清楚这些，我们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。但是想要搞清楚这些，就得对饭店的每一个人进行一一排查。你明白了吗？怎么排查呀？你都记住我什么了？我……你记着，我是行为痕迹分析专家。我不走。伊登先生，我这也是为您夫妻二人的安全着想。我和梁子从事教科书修订的审核工作，安全威胁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再说，嫌疑人不是已经被抓到了吗？可万一共党并非其中之一，或者要是有漏网，那么也就说明你已经意识到之前的措施完全错误。大同元年3月，警务司通缉一名亲共人士，白人，法国籍。8月，首都警察厅抓捕一对共产夫妇，男方苏联籍，女方是日本人。康德元年，也有一名日本人被秘密通缉，因为有证据显示他在为共产国际做事。共产国际蔓延全球，我想知道你们凭借什么就轻易排除对所有日籍住客的嫌疑，并放走他们？伊藤先生，您的觉悟确实是令人钦佩。忠诚的家奴应该对主人的朋友也要保持警惕。伊藤先生，作为一名警务人员，我有对自己职业的判断，并且我只忠于自己的职责。王大鼎被正视的良知，让陈家颖拥有了斗争的信心。情报贩子聂尔纳恰巧所拥有的一枚胶卷，也让他俩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但这个机会必然稍纵即逝，而且福兮祸兮很难判断，因为县警方很快就会发现这枚胶卷并非他们所要，但这枚胶卷却又牵动着和平饭店里所有住客的神经。内尔纳的死亡掀起波澜，是要让王大鼎和陈家颖顺水上岸，还是即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让他们无以挣扎？哎，我假装膜拜你的专业，可以赠你感职吗？你记住这是专业就好了，不然你会把我当成妖精的。
下意识用拇指划墙，代表他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不应该用食指吗？食指代表的是思绪在飞。我刚刚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。如果对手真要撕破脸，那就铲除掉，为大家扫除障碍。那么你们是否参与就代表南京倾诉医院的正式性？爱人，你对我炫耀智商是对我产生了一种冲动吗？为什么？女人跟谁炫耀智商，就是对谁情有独钟啊。为什么？自从我昨晚给你透露我是东三省唯一有高等学历的土匪之后，你我二人的心彼此就有一种莫名的贴近呢。学的还是戏剧美术。我对戏剧表演也深入研究。你可以鄙视我，但是你不能鄙视我的梦想。你工作轻松，调戏我，其实你根本开不起玩笑，你太焦虑了。从头到尾我们都是见招拆招，我真怕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，而且是致命环节。行了，两位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伤怎么样？你说呢？稍安勿躁，结果很快就出来。窦世娇什么意思？他阴阳怪气的，这是表达什么呢？这是打心底就没排除对咱俩的怀疑啊？那是当然的。不，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他心里比我们更虚弱。怎么的呢？今晚的酒会从现在开始就要准备了。饭店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各就各位，和外面的交互会更加频繁。午饭之后，外面的人都进来了，封锁意味着形同虚设。这一切都不是窦世霄能够掌握的。他故作高深叵测，就是为了掩饰心中的虚弱。所以听好了，王大兵，尽快摆脱这种跟你恶棍气质极不相符的焦虑，给我正常点。你确定啊？他那么一个对自己的着装要求一丝不苟的人，竟然忘记把枪套摁扣，这说明六神无主了。稍安勿躁，结果很快就出来。二位好。哎，我们自己来。好的。谢谢。二位，德国和日本建立同盟，恐怕将是必然的。美苏两国面对着共同的威胁，不应该再对立下去。两国乃至你我，大家都该迎接一种包容的合作关系。事实上，南京政权跟他统治的国家一样脆弱。倒向哪个阵营无所谓，真的无需介意。请您说话注意点分寸 ，OK？ 南京真会从反攻变进攻吗？诛心古道，没有谁能重视你们。二位，该表达的我都已经表达了。如果二位想法有松动的话，就请来我房间，不受干扰的谈一谈。我们走。这4个人的离场意味着什么？谈崩了呗。那致命的结果又是什么？
了催尿啊！咖啡里有鬼！对不起，请各位稍等一下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很抱歉，各位，打扰了你们的早餐。经过我方努力，已排查出共党嫌疑人内尔纳，并在其暴力拒捕、对他人生命造成严重威胁之前，将其击毙。他所藏匿的机密胶卷也被我方截获。虽然在截获过程中胶卷严重曝光，但是人赃俱获，无疑对于我方和备受其困扰的各位来说，是最好的结果。现在我宣布，排查到此结束。可是由于一部分宪兵还要留作酒会的安保，所以要等到交接工作完成之后，酒店的封锁才能彻底解除。还望大家见谅。哎，George，咖啡凉了，喝了会伤胃的。给你们换杯热的。走。谢谢啊，谢谢两位在掐灭苏联的同时，对美国还生出一丝同情。壶里的咖啡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桌上的服务生会收掉的。他们命大，你我多福。走。知道咱俩运气为什么这么好吗？哎，昨天晚上我还祭拜了创建黑匣子岭的祖奶奶。要是刚才命案真的发生了，就什么好运谈不上了。你看，你还说我焦躁呢。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说，如果这里真乱了，最无路可逃的就是咱们俩，因为这里的人大都不是善类。我也不是善类呀。对不起，这超越了一个土匪对善类的定义。你别得罪人啊！你知道我们忽略什么了吗？我们忽略了这些人大都是超越他们表面身份的人，他们不关注生命，只关注利益。他们秘而不宣的利益就是内尔纳之死的秘密。所以，日本人查共产党，他们毫不在乎。但是如果这里要乱了，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跟日本人合作，甚至妥协，成为帮凶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我身边便是虎狼环伺，防不胜防了。真是个妖精啊！要是弄得我在你面前像没智商似的。这不是智商的问题，你只是从来没有跟这类人群有过深度接触。好的，一切结束了，不是吗？祖奶奶保佑啊！你说这些以后慢慢学吧。现在啊，回屋喝杯茶，收拾细软，走。服务生，谢谢。走吧，谢谢。
收拾西装去。你又没行李。啊，我给你收拾嘛。我的行李自己收拾。啊，也是。我去换衣服。哎。你真没可能帮我管黑家的领吗？你记住我说的那些话，路就不会走偏。也好，趁你没变得太讨厌之前，愉快分手。你说什么？我讨厌？没有啊。你说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做人要坦诚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突然间，你突然间就不藏着掖着了，变成了原本就有那种高智商，吓了我一跳。我跟你说过，你要把我当成专业，不然我就成妖精了。我没把你当妖精，我就是觉得你一刚开始那个聪明劲儿挺好的，火候挺好的，你这突然间一下啪，跟开天眼似的，这弄得我就哆嗦了。你说你这要跟我回黑瞎子岭了，那我这乌云蔽日的，你把我风头都抢没了都。你还是把我当妖精。哎，那就缘分一场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。好啊，说吧。算是冲动。女人吧，别太聪明，不幸福。会让男人觉得有一种自尊被侵犯的抵触感。就算没有抵触感，女人太聪明的话，这男人就会觉得这女人就不需要呵护，所以他就不呵护了。真的吗？妖精聪明，但妖精会把聪明用到恰到好处的程度。那我得好好想一想。你真有男人吗？那瞎问，忙。我给野间科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派辆车过来。你中了枪伤，可以早一点走。我想，窦警官他们也不会拦着的。王大鼎。你之前说我有向你炫耀智商的嫌疑，我承认有一点，不过那是为了正事。石原说，香志将军已经到了，他的卫兵当中会分出4个来参与安保，加上留用的宪兵，人手应该足够了。完成交接工作之后，你让大伙都回去休息，你辛苦一下，跟我去一趟局里，跟石原一起做个案情陈述。好，那我现在去话务室做交接。喝口牛奶，别噎着。不过咱还有啊。早晨装病不肯去学校，后来才知道，他跟同学打架了，怕先生责骂他。男孩哪有不打架的？正常。师兄，高利贷来家里了。没事儿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儿，我去找他们。真是被这帮土匪害死了，拿高利贷去付赎金，还也还不起。没事儿，有我呢。
窦警长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介绍一下，我太太，这位是南铁的陈佳莹女士。我们见过，真羡慕你和你先生，也很甜蜜的。啊，谢谢。我还是不放心他的腿伤，想早一点离开，去医院看看。我给你们派辆车。不用，野间科长会开车来接我们的。